战地6新推出的大逃杀模式《战地风云：禁区冲突》是真的顶，关键还完全免费，跟我之前玩下来的类似《绝地求生》和《和平精英》差距比较大，体验非常新鲜。本期视频就快速评测一下这款游戏，因为本人玩的大逃杀同类型游戏并不是特别多，所以我在评测过程中认为是这款游戏的特点，但是其他游戏中已经存在的情况下，还请弹幕和评论的观众朋友们多加包涵。首先，这款游戏的核心亮点就是任务驱动以及高互动，节奏非常紧凑。战地风云禁区冲突最不一样的点就是搜物资时候能做各种任务，而不是光捡东西就行。任务的细分将游戏的节奏变得非常紧凑。首先做任务本身拿到的奖励就能提升本场游戏的体验，比如说解锁坦克、升级枪械属性，还能拿到官方的快递，开出了更好的武器。做任务拿到的好武器呢，比自己搜索的效率更高。但是任务也会让你更容易碰到敌人，使得节奏变快。有的任务甚至会直接暴露玩家的位置。当然，任务本身呢也会让玩家前往新的地方，那么理论上新区域能够遇到敌人的概率就比你待在原地的概率高一些，这使得游戏的激烈程度变高，游戏节奏变得很快，全程不会无聊。配合这款游戏的任务系统，游戏中给到的子弹也是特别充足的，不用总担心没有子弹了，弹的数量是相对的，因为这款游戏并不像其他大逃杀游戏一样，比如说像绝地求生，你有3级头3级甲，其实你的抗伤害能力是很足的，再加上整个地图比较大一些，那子弹数量要求是比较高的，那么子弹就可能就不够用了。那么本作在武器伤害和防御的属性上面是做到非常平衡的，在保持了玩家战斗爽快的同时，又不像绝地求生这类游戏到后期完全是策划来修改数值甚至是堆数值的游戏，通过补丁削减武器，玩家玩起来要么伤害过高，要么装备特别好的情况下你完全打不动敌人。另外本作的地图并不是特别大，再配合任务系统玩家打败敌人之后能够获得对方的装备，这个过渡也会变得非常快而且顺滑。从战斗体验上来讲呢，这款游戏有爽点有小坑。先说优点，本作游戏因为玩家的伤害是能切实打出来的感受性比较强，防御属性并不是特别高，这使得即使武器的后坐力稍微大一些，但是跟其他时间平均对比下来，武器手感还是不错的。玩家适应一下，武器手感很快就能上手。游戏中还能开坦克、开直升机，坦克的伤害优势非常明显，是一个范围打击；直升机呢还能带着机枪进行射击，爽感直接拉满。在进入战之前，玩家可以进行4个兵种选一个，兵种之间的区分是非常明确的。突击兵能够架梯子召唤范围的技能攻击，工程兵能够修理坦克、飞机，还能释放烟雾弹；医疗兵能够治疗队友，还能远程发射炮击；狙击手能够侦察敌人、发射无人机等等，使得这款游戏的人物兵种属性还有技能跟战地本身的主题配合度非常高，战术性拉满。再说说这款游戏的缺点，当你把视野放大之后，人物模型会显得相对较小。再加上游戏中有很多的现代化建筑，地形非常复杂，全是断壁残垣，很难区分障碍物和敌人，而且瞄准镜是跟着武器绑定的。如果你拿到的武器只有红点瞄准镜，甚至没有瞄准镜，那么你瞄准敌人就显得有些费劲了。不过这款游戏相对应的，敌人跑过来的声音是给的很大的，稍微离得近一些就能听到敌人的脚步声音，这样就能靠声音来判断敌人的位置，也算弥补了瞄准难度带来的缺陷。在这款游戏的组队模式中，我建议你玩4人模式，你可以匹配路人队友，我觉得感受是比较好的。双人模式我觉得对玩家的操作感要求是比较高的。这游戏在一定时间内玩家死掉之后是可以免费复活的，过了一段时间就没有复活机会了，但你可以通过做一些复活机器的任务让队服。这种复活的模式我们在 Apex 中也很常见。那么之所以推荐4人组队模式呢，是因为它能够降低输了的挫折感，赢的参与感也会很强。另外玩家也不用担心组队的交流问题，因为游戏中有任务系统引导，可以通过任务来推进游戏进程的，玩家并不需要频繁交流，就算是野排也不用多沟通，跟着任务点冲就行了。而且游戏节奏特别爽快紧凑，持有成本也非常低。再聊一下本作的武器，因为我只玩了4个小时，来粗细的评测一下为什么只玩了几个小时呢？就是因为游戏中的外挂很多，在我看来不同品质的武器差距没有想中那么大，并不用玩家非要搞到MOBA神枪才行。关键的是这款游戏的过渡很平滑，这款游戏中能够获得枪械的各个来源，不管是你搜索物资获得武器、打败敌人获得枪械，以及是作战任务等等，整个流程的衔接过渡非常自然，节奏非常紧凑。这武器中的差距你没有感受到那么明显，因为你很快就能获得很高品质的武器了。当然这款游戏中由于之前说的视野中的模型小的问题，高倍镜的武器是有一定优势的，毕竟能看清敌人的，那么用其他武器找敌人相对较难一些。当然这种难度对于所有玩家都是一样的，大家玩一段时间适应一下也就还好。本期游戏测评呢，我现在玩了4个小时，本来挺棒，但是游戏里是有外挂的，甚至还有人在公屏上公然的刷屏卖挂，真的特别影响游戏的感受。那我今天玩了4个小时就做出评测，也是这个原因。那么对于外挂问题，官方能不能及时封禁，我是抱有疑问的。但是总体来讲，战地风云禁区冲突的品质是非常高的，游戏模式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它的核心是靠任务、载具和兵种系统玩出了不一样的新鲜感。虽然辨别和瞄准敌人比较困难，另外像人物模型小镇问题在战场模式中也是存在的。
但是在大逃杀模式中，四人组队的爽感和战术性，我认为是完全能够弥补这一缺点的。新手玩家可以直接冲4人野排就可以了。那么战地6的大逃杀模式，除去外挂问题，我依然能给到8分的水平。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欢迎点赞关注，我们下期再见。